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古早热血格斗番《刃牙》。永次郎的出现让刃牙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。他跟着史崔丹上校来到北海道，那里现在已经是一片严酷的战场了。他给刃牙装备了降落伞，然后让他跳下飞机。刃牙降落到了一片森林中，四下空无一人。正当他掏出地图确认位置的时候，一双手突然从树干里伸出来，勒住了刃牙的脖子，把人勒晕过去。最后4个人分别从林子的各个位置钻出来，他们早就发现了刃牙带着降落伞出现，还以为是自卫队派出的人，但没想到居然是个小孩。没有人能在看到他们的脸之后还能活着。5人都同意搞死刃牙，还好刃牙清醒得快，来了一段街舞，试图征服众人，结果被其中一人喷了一脸胡椒粉，绑在了树上。头巾哥掏出匕首，对着刃牙的脖子一顿比划。不过考虑到刃牙可能有同伴，暂时放他一马。而刃牙浑身肌肉，一看就不是普通小孩。夜晚降临，史崔丹和指挥官煞聚餐，期间提到了范马父子。煞是个军人，但他此生打不赢2人，一个是永次郎，一个是凯亚，而那位凯亚就在北海道的5个人当中，他在战场上的杀人技巧堪称地上最强，就算是永次郎也不一定有获胜的把握。直白点说，战场的格斗使的都是阴招，不管使用什么手段，只有活下来的那个才算赢。刃牙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处境，当然刃牙还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。他好不容易挣脱了捆绑他的绳子，并学着逮住他的人躲在树后发动偷袭，一脚把人踹飞了出去。剧痛让他低头看，小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割伤了。随后男人将匕首甩向刃牙，紧跟着冲了上去，手里高举着另一把刀。刃牙急忙拔出插进树干的匕首抵挡，但匕首瞬间被一分为二。男人手里的刀是石精制成的，削铁如泥，而且招招致命，瞄准的不是颈动脉就是五官。刃牙勉强躲避，刚一还击，手腕就差点被切断了。说到底，他还是个13岁的孩子，哪见过这场面，满头都是冷汗。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，朝男人挥拳，男人一刀挥空，被刃牙铁拳轰飞，晕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当成萝卜埋在地里了。随后刃牙又去找其他人，在河边被一个壮汉埋伏了一手。即使刃牙及时发现了对方的行踪并回以飞踹，但壮汉实在是太壮了，刃牙全力一脚下去，对方纹丝不动。壮汉故意带起地上的泥土踹向刃牙，刃牙被呼了一脸，睁不开眼，大骂对方卑鄙。刃牙跑到河里洗脸，却被对方整个按进了水里。刃牙扑腾了好几下，很快没了动静。壮男以为刃牙淹死，把人扛在肩上离开，哪曾想刃牙也会玩阴的，趁机装死，给了壮汉来个超级锁喉。壮汉被勒得直翻白眼，同样被刃牙塞进了萝卜坑。壮汉被打倒了，反而劝刃牙快跑。不过在得知他是永次郎的儿子后，2人倒是吃惊了。永次郎和凯亚可以并称为军队里的2大传奇，永次郎是军神，而凯亚则是他们的指挥官。刃牙非但不怕，反而更加斗志高昂，紧接着又一脚踹飞了割伤他脖子的光头野村，在3个萝卜坑面前准备蹲人，一直蹲到天亮。草丛突然扑出一只巨大的黑熊，一个人撕开熊皮钻了出来，鲜血飞溅在眼前。刃牙的夜叉猿 PTSD 当场发作，一招飞天脚把作怪的黑熊精踹到地上，拳打脚踢。黑熊精使用暗器迫使刃牙弹开，紧接着从他身上各个部位都弹出暗器，您就是低配版的多尔。刃牙脱下鞋子迷惑视线，突然他的脖子被丝线牢牢套住，另一个偷袭再次将他绑在了树上。刃牙灵机一动，从绑腿上掏出之前收缴的匕首，割断绳子，挑飞匕首爬了起来。他那一脚踹烂了黑熊精的脸皮。原来黑熊精和偷袭人的是双胞胎，戴上面具是为了迷惑对手。双胞胎之间默契很高，2人联手就像一个人一样。但是刃牙更加聪明，反过来利用丝线放倒了双胞胎。而此时萝卜坑里的野村突然大喊大叫的抽搐起来，壮汉嘶吼着让刃牙快跑，但是为时已晚，野村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轻松的爬出萝卜坑。刃牙再次攻了上去，但无论他怎么拳打脚踢，都无法伤害到眼前人分毫，反倒是自己被一拳干飞。原来眼前的人不是野村，而是他身体里的第2人格，和永次郎齐名的凯亚。凯亚不仅强大，而且非常自负，他让脑浆调整产生负数荷尔蒙，使出血变慢，触觉提升，浑身的肌肉也跟着暴涨。凯亚拽起冲上前的刃牙，猛地往对岸一甩，刃牙直飞过河岸，砸在了粗大的树干上。接着凯亚一跃跳过河岸，对着刃牙就是一拳，这一拳直接轰碎了比人还粗的大树，紧接着抱着刃牙往河里砸。但多亏了凯亚，刃牙的脑飞被激活，第一次躲开了凯亚的出拳，并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回，但刃牙仍旧一次也没有命中过凯亚。凯亚说着玩起了心理战，你的身体并不是你的身体，你的肌肉在哀嚎巴拉巴拉，说着还脱下衣服给刃牙看他的大宝贝，看我的肌肉完美不完美。15年前，凯亚成为一名雇佣兵，因为在战场上杀得太嗨，被敌军逮捕处刑，被100支枪瞄准。面对生死关头，他的神经发生了突变，什么东西在他的身体里鼓动，让他的身体产生了100倍以上的变化。他的队友及时赶到救下了他，但是由于巨大的刺激，他的头发掉光了，人格也分裂了，也就是俗称的我变秃了也变强了。从此他能
够预测到敌人的目的，从而随意的加减肌肉。然后凯亚对着刃牙又是一顿锤。正当刃牙心灰意冷准备放弃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居然不自觉地动了起来，在凯亚踹过来的时候侧身反击，第一次打到了凯亚，这是他肉体的本能反应，因为没有经过大脑，所以凯亚根本无法预测。两人再次缠斗在了一起，你来我往，好不精彩。刃牙成长得飞快，但在刃牙准备给凯亚来上一发致命头锤的时候，凯亚突然大吼一声，震退了刃牙。紧接着他腹部突然鼓胀，尖利的叫声从他嘴里发出，声波震的刃牙脑袋宕机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凯亚走到他身后，勒住他的脖子。为了保持清醒，刃牙给自己来了2拳，紧接着挣开束缚，将凯亚甩出去。凯亚捞起水花，反手砸向刃牙的眼睛，紧接着用树叶为刀划伤了刃牙的手臂，最后一跃到树上，用藤蔓缠住刃牙的脖子吊了起来，又跳上去，加上自身重量，这就是他的绝招吊人。再看刃牙屁事儿没有，他踹翻树干落地，扯断了脖子上的藤蔓，想不到吧？我脖子铁做的，你们真的一点都不打算尊重一下牛顿和现代医学了是吗？刃牙3拳打飞了失去方寸的凯亚，紧接着用2根手指封住了他的颈动脉。这场战斗最终还是由刃牙获得了胜利，凯亚认输，刃牙和5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刃牙打败了凯亚的事被史崔丹告诉了永次郎，但是永次郎却不屑一顾，当场打电话去警察局，说自己1小时后要去攻击总理，跟刃牙演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暴力。紧接着永次郎一人干翻了整个总理府100多个警卫，踹碎总理的办公室后扬长而去。因为这件事，警察局的几10名干部全部被炒。江珠听完哈哈大笑，当然永次郎一定不会被逮捕，要是让媒体知道他们这么多人都拦不住一个人，那政府的脸就要丢光了。江珠越来越期待刃牙和永次郎的父子大战了，他一点也不担心刃牙的安危。对他来说，刃牙不过是他用来维系和永次郎关系的工具，为了永次郎，就算是母子之间的情谊他都可以舍弃。此时的刃牙去拜访了日本黑道高手黑川先生，请求他和自己比试一下。刃牙的身上爆发出了惊人的气势，在他进入攻击范围的一瞬间，黑川挥刀而出，但刃牙居然凭空消失了。下一秒，刃牙从天而降，一脚踹晕了黑川，代价是他的腹部被划伤了一个口子。在刃牙训练的这段时间，永次郎找到了弓箭专家金川，他手里的特制弓箭重达200斤，能轻易射杀一只巨大的驼鹿。永次郎听完后，让金川超近距离对着自己出箭，就在金川松手，箭矢射出的一瞬间，他就已经被永次郎握在了手里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刃牙再次遇到了在他家门口蹲点的水户，水户是真的担心刃牙，劝他不要再继续无意义的斗争了，但是刃牙没听，而是转身跑入了夜色中。1月之期很快到来，江珠去找了永次郎过夜，却遭到了对方的无情抛弃。他已经对江珠彻底失去了兴趣，如果明天刃牙不能让他静心的话，他和江珠就到此为止了。所以等到刃牙收到利谷川通知赶来酒店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衣衫不整失魂落魄的江珠，他不顾形象的抱着刃牙痛哭，为什么永次郎就是不看他，说着一拳又一拳的砸向刃牙，都是因为刃牙太弱了，永次郎才会抛弃他。刃牙的心中五味杂陈，他的母亲喜欢永次郎的事情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，但如果他打败永次郎的话，母亲会好好的爱他吗？哪怕那份爱只有他对永次郎的1/1000。刃牙一把抱住了发狂的江珠，却被江珠咬在手臂上挣脱。失魂落魄的刃牙走在街上，因为挡路被混混拳打脚踢。华山出现，英雄英雄。刃牙的满腔委屈终于找到了一个倾泻的对象，刃牙能否打败自己的父亲，获得母亲的关注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